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李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中东战事。现在呢，伊朗的国产无人机航母，这个我们今天会特别来看的，叫做巴盖里烈士号正式的亮相了。再加上伊朗他手上握有了1000架的战略无人机上线，今天会特别来关注是革命卫队已经全面的备战了。那么美军林肯号在中东则是持续的施压，这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是，其实呢，现在林肯号已经正式的抵达中东地区了。根据川普的说法，还有另一艘航母也即将很快就会抵达中东了。那伊朗则是呢，这一回在海上也祭出了它的新的航母，正式的亮相了。这个航母叫做巴盖里烈士号航母。那根据了解呢，它是由货轮所改造的这个航舰，具备滑跳起飞的甲板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哦。同时，它有倾斜的这个飞行跑道。根据了解呢，内部还有一些小型的医院，甚至是健身房啊，跟体育馆等等，所以这个涵盖的面积其实是非常大的。看一下它的小档案，长度240公尺，高21公尺，最多其实可以在上面部署60架的无人机跟30具的飞弹发射架，可以具备直升机的作战跟电战的能力。同时呢，我们也有看到刚刚提到的内部也非常的大，那可以配备的包括了地对地的巡弋飞弹之外，单独的作战平台也可以部署反舰飞弹，可以打击最远达到2000公里的一个目标。现在做了一个初步的推估，伊朗可能会想要用它的这个航母，也就是无人机航母，以自杀攻击的方式来攻击美国的林肯号航母。这个对决，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伊朗除了有拿出它的航母之外，我们看到它同时也准备了1000架的战略无人机，正式的已经编列了作战的序列里面去，成为核心的打击力量，将是靠无人机哦。外媒这边也特别点出了，现在伊朗呢，他手上还握有8架的见证者无人机，日产量甚至达到400架，而且重点来了。还有俄罗斯在当中帮助提升它的产能。刚刚说到了俄罗斯的角色，除了帮助在无人机的生产之外，还有寄出了米格29武装直升机。现在根据了解，已经现身在伊朗的境内了。那么伊朗现在也说呢，他要掌握荷姆兹海峡，也就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2月份，2月1号到2月2号这2天。他会在荷姆兹海峡这边正式的举行实弹的军演，这个海峡将会被很快的控制住。伊朗的政府专机也从德黑兰被拍到直奔莫斯科的一个航道，是否代表说最高领袖哈米尼接下来会逃往俄罗斯呢？这样子的议题，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注。那么来看到美国方面又做了什么样子的准备呢？在各个武器逐渐到位，我们看到除了林肯号抵达中东之外，自己的官员也证实了，一艘驱逐舰也到位了。美媒披露，现在川普正在评估对伊朗即将发动新的重大军事打击。那么已经在中东部署的武器，我们做一个统整，包括了10艘的军舰跟6艘的驱逐舰。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这个是国产的伊朗自己的这一个航母，真能对美军的航母造成实质威胁吗？如果说无人机蜂群真的正式的出手，接下来林肯号有没有办法防得住？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艘这个用货船改造的无人机航母如果真的是跟美国对峙来讲的话，可能撑不了30分钟就会被击沉了。那当然，伊朗我们看得出来，他一直想要所谓的这个采取一种不对称的作战这个积极用它最强项的无人机。可是我觉得你用在这个货轮改装上面，你知道我们很简单一个数据嘛，美军的这种鱼叉飞弹射程就300公里虽然说你的反舰飞弹号称可以打到200公里那么远到底可不可以，我们还是一个疑问。可是这个美军虽然说它的鱼叉飞弹300公里，可是它可以用空射型的这个如果说美军用空射型的，它舰载机这个 F-18战机带着这种空射型，那在2000公里之外击落你命中你这一艘这个无人机航母，事实上是轻而易举。另外，美军的鱼叉型也可以用潜舰来发射。
那一艘航母通常来讲的话，你必须有很多，你除了攻击的武器之外，你还有自卫的武器。我们看到任何一艘军舰上面，基本上都有防空的或者反导弹的飞弹部署在船上面。那要不然最起码你近迫防御系统也要有。这个美军的是方阵快炮，那解放军的是1130快炮。那如果说这条船上面这些东西都没有，那很容易被击落。第二个来讲的话，这美军要侦获到你也是非常容易的。这个以美军现在不要说是太空卫星了，它如果说船上或者是飞机上的电子战的雷达来讲的话，要在这个波斯湾上面侦获到你这条船事实上我觉得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你很快就会被侦获到。那第三个，你这条船上面到底有没有反电子的装备？如果你连这些装备都没有，那一个这个美军，譬如说是航母上面的咆哮者战机过来的话，可能就将你所有电子系统全部干扰到。当然，我觉得伊朗这也是没办法中的没办法说想用这种办法，可是这个确实很不切实际，只是流于政治宣传为主。那目前来讲，据我了解的，到今天下午最新的一个讯息这个美国虽然说林肯号航母已经部署在这个阿曼湾的外海，就阿拉伯海波斯湾的外海，在这边应该已经在那边就位了。虽然它将 AIS 关掉，但是今天有一个 AIS 的信号雷达又开了在什么地方呢？有一艘美军的伯克级驱逐舰，现在正通过红海这个苏伊士运河，它等于说是从这个地中海那个方向赶过去，所以美军不断的军舰在这方面增援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美军是想要川普是想要借着这个极限的军事施压，来迫伊朗来就范，来愿意上这个所谓的谈判桌，来谈所谓外交方面来做解决那伊朗来讲，目前来讲也没有说是完全关掉这个大门，外交的谈判他也没有关掉这个大门。但这场仗打起来，我觉得就美军来讲，也不见得能够占到便宜。虽然说他可以将伊朗打到元气大伤，可是他如果说不能在第一时间就将伊朗这个逼他就范来讲的话，那伊朗后续的反扑，甚至于后续的力道还是很大的。对美国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基地我们现在看到伊朗来讲，它的主要的武器就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嘛。那不管是对以色列或对美军在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都会构成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个人研判到最后这两个国家还是会走上这个谈判桌，来做一个用外交方面来做一个解决。那真的是开战的几率，我个人研判是不高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正在做极限施压，所有的武器都已经集结在伊朗的周遭。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伊朗看起来情势紧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有跟俄罗斯有军事上面的合作呢？刚刚提到了说，哈米尼的专机现在有在猜测是否要往莫斯科的方向飞过去，难道他是要逃离这个伊朗吗？那同一时间，另外就是有被发现遏制的米格29现身在伊朗，这个俄罗斯的角色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是政治避风港，是战争时候的后援吗？我们也看一下米格29的战力，可以为这一场战争带来多大的助力？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哈米尼到莫斯科去它有3个意义，也是3大目的。第一个做战略移转，因为哈米尼如果留在德黑兰，留在伊朗，它是美国要去攻击的目标，就跟在委内瑞拉对马杜罗就是要去擒拿他。那现在他如果是哈米尼是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也是最高领袖，他现在到莫斯科去了，战略目标到莫斯科去了。你在这边，你对美国对德黑兰还能够有这一方面的要去狙杀哈米尼，用一个外科手术式的斩首战吗？没有啦，你的目标已经跑到莫斯科去了。在莫斯科来讲是相对安全的，这是一个战略移转，因为哈米尼在哪里？都会洞见观瞻，被以色列的摩萨德的情报组织，或者是美国的 CIA 中情局掌握，那就是我讲的轰炸幕，就是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很容易被掌握嘛，因为他这个想要去隐蔽，躲在哪里？躲在指挥所，躲在地下洞穴，或者躲在碉堡里面，很容易被掌握，那就是被攻击目标。那他离开了，你怎么攻击？他人不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移转到安全的处所。第二个，实施战略沟通跟战略协调。因为伊朗需要买什么武器、什么装备，所需要什么的急需，
透过哈米尼直接在莫斯科直接跟他们的当局就协调了，不用再来来去去的了。这个我要买这个，这个要加强这个，这个要加强这个方面的交换，因为它是最高的，他直接在莫斯科就做了战略沟通跟战略指导，这是最快最直接的。最高领袖在这个地方嘛，很容易就可以达成他的战略沟通的这一方面的目标。我们第三个就是一个我们讲的保全战略象征，因为他是毕竟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那最高领导人是安全的，安全无疑的，这个政治符号、政治图腾就保全住了嘛。对伊朗这一方面的这个指挥体来看的话，没问题，这个最高领袖是安全无疑的，大家都可以按照这个指挥体系、组织运作、这个官僚的体系继续来这边实施，没有问题啊。所以他这个是为了保全战略符号、战略图腾、战略象征，他做了这方面的努力。我认为伊朗是有备而来的，不然的话，那哈米尼在哪个地方？在伊朗，伊朗虽然大，但是问题是目标被掌握的是相对容易的。是。那我们现在看米格29，那米格29是一个战斗机，它的这个最高的速度是2.3马赫，这个最大的航程我们讲的就是1500公里。但是问题是它是老一代的。那它老一代的话，现在都已经到了数位化的这种作战模式，或者是体系化、网状化的作战系统。那它这个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讲到的抗干扰、电子反制的能力，我认为堪虞。因为再加上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就是讲的伊朗的训练，因为它经过它那么穷，经过美国的这种武器禁运，还有经济制裁，它在这一方面是经过长期下来，对它军力的这种折损跟他的训练来看的话，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我们看去年2025年，这个以色列也包括美国的 B2 轰炸机对伊朗的这方面的轰炸，伊朗整个防空只管通勤系统也好，还有防空这个飞弹也好，防空火炮系统都没有发挥威力耶。那换句话说，它的系统空地整合的系统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俄罗斯也提供它的这个最新型的这米28的武装直升机，但是这是对地作战的，这个武装攻击直升机是对地作战的。那美军跟以色列如果不进入地面进入，这个米28大概只能这个空中警戒跟地面运兵的这方面的一个功能了，所能够发挥是有限的。所以米格29的战机也好，或米28的武装运输直升机也好，我认为在伊朗所能够发挥的战略角色相当有限。好，不管这一场战争会不会真的发生，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在中东附近，尤其是伊朗附近的邻国，他们其实很多国家是不希望发生的，这当中也包括沙烏地阿拉伯。主要的原因是，其实他们也会担心，如果真的在伊朗境内的神权发生什么问题的话，对于后续整体的中东情势恐怕也是会更危险的。为什么会这么想？杨老师怎么看？如果伊朗发生动乱、冲突、战争，那一定会有外溢扩大的效应。你想想看，伊朗这样子一个面积跟它的人口将近有9000万的这个人口，它在中东跟西亚的部分就包含阿富汗这些整个区域，它是最中心的。它连接了波斯湾跟黑海，那所有的历史上的就是重要的通道以及地缘的战略这个高点都在这里。那它又是两个特殊的是，它虽然是穆斯林，但是它绝大部分是什叶派，要跟其他中东国家的穆斯林国家不一样。第二个，它种族上是波斯人，古文明，可是一直以来其实就以这个区域为主，跟其他的阿拉伯人种族上不一样。因此，它是一个完整的，就是这个民族国家虽然有一些其他少数民族，当它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得到，第一个，这个军事冲突会扩大，因为它可能会针对在这个区域有其他美军基地，或者是从甚至伊拉克、科威特、巴林，然后呢，卡达到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会变成他攻击的对象，所以这个军事冲突的扩大当然以色列也是一个可能的目标，这第一点的这个危险。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恐怖团体，就恐怖攻击也可能会扩大，因为过去各位记得吗？从伊朗到伊拉克到黎巴嫩，然后呢到就是叙利亚基本上一直连结的就是以什叶派为主的。那经过这一阵子，从伊拉克到黎巴嫩的
就是相关的派系，以及到叙利亚的这个政变，这美国跟以色列相当程度的压制了伊朗支持这边的什叶派的一些作为。可是现在如果它整个动荡的话，这个一定会相关的这些组织恐怖攻击会再起。那第三个，能源啊，你更不要想，战争还一开打的时候，波斯湾可能就被封锁了。然后呢，伊朗自己本身的油，它如果减少供应的话，国际的油价，那甚至这个区域的能源的运输都会产生影响。那第四，我们刚刚提到，它有9000万的人口，你产生的难民的冲击也是难以想象的。它其实整个过去20年，整个中东跟西亚地区的这些冲突，从美国打阿富汗到伊拉克，全球的难民都在增加。因此我觉得这几个层面，军事攻击、恐怖攻击、能源危机以及就是难民的问题，大概都会对这个区域产生严重的影响。我觉得美国大概也会想到这方面，然后呢，这些区域的各国也会告知美国，你要警告可以，你要预防性的攻击，那是你这个尊重你的决定。可是你要采取全面性的攻击的话，其实那就可能会造成整个区域的混乱。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